马上要派出来表演的还是盾阵营。盾阵营的这一组现在有新身份了，人家，让我们欢迎春晚喜剧演员徐浩伦、谭湘文。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身为一个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不是蛮好。但一体检全是小毛病嘛，有问题了。最近这个有那个健康小课堂我有一个体验课，过去模拟一下吧。想去体验一次。哎呀，上课来了，该鸡的。过来上体验课的。哎，对对对，留个名字给我。谭湘文，谭湘文，好，自己找个地方坐一下。哎，好。哎，不好意思，过一下。既然是上课啊，上课之前照常点个名。谭湘文到，人齐了。一个人点什么名了在这里我以为人蛮多的在这里。既然是上课我是你们的老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方便大伙的沟通交流。可以叫我徐浩伦，徐老师。好，我差不多长这个样子。你把自己画出来干什么了，大哥呀？你人都站在这里了，写名字会死啊！既然是第一次过来上我的课，跟你说清楚。我这个人这辈子只为了健康2个字而活。可以看到墙上有一些关于我的健康的荣誉勋章。有什么嘞？10大营养师之一，我的健康师资格证、营养师资格证，还有我的结婚证。结婚证能证明什么东西了，大哥？能证明我有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呢。这句话你跟陈露说，不要跟我讲，晓得吧？上体验课，有没有购买我的真实课程呢？我先体验一下，怎么上来你就要买嘞？因为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毛病了。我有什么毛病了？昨天晚上是不是熬夜了？没有，没熬，没有。那眼睛里怎么会有血丝呢？熬了。到底熬没熬？熬了。熬没熬？熬了。熬没熬？熬嘛？哎呀哎呀！有毛病啊你是？通灵妈呀你是？熬夜这么开心，干什么熬夜游在这里？几点睡的？4、5点。4、5点睡的。几点起的？8、9点。只睡那么一点点时间。那白天困了怎么办呢？中午找个地方补睡一下。你看，这怎么能行呢？晚上不睡，中午有时间补睡一下，没时间就不睡了。我跟你说，要想健康，就坚决杜绝这种偷睡漏睡的行为。这叫偷睡漏睡呀，这叫这上升的太快了吧我本来只是睡觉时间有问题，现在上升到我人品有问题了。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有点脊柱侧弯吧？我这都看得出来，你怎么看出来的呢？我跟你说，人的很多小病小痛可以通过这个面部反映出来。我看面相看出来的。相由心生。我们这个相声什么相声了，大哥呀？我们这是漫才，晓得吧？你别管是什么艺术形式，没跟你聊艺术形式。我不是说我能看出你的脊柱是歪的我是能看出你的体态有问题。你看你有脖子前倾的症状。对，一般有这种症状的人都会有一些这个脊柱侧弯。晓得不？过来给你稍微放松一下，我调一下。你看这个位置叫会武穴。会武穴。对。太阳穴。太阳穴。死穴。死穴就不要这么用力了，好不好？按死了怎么办呢？在这里我给你稍微正个骨，放松一下。来了。这不痛吧？痛倒是不会痛，就是有些声音，好吧？准备好没有？来吧。这是什么声音了，大哥呀？我身上还蛮有节奏感的，在这里那就说明你身上还是有些音乐细胞不？什么音乐细胞了，大哥？你这里有稍微正规一点的疗法吗？我摸了一下，你问题还是蛮多的你看你这个斜方肌这一块了，比较紧僵硬，放松一下。我这里有个电疗仪，主要是给你缓解你的疲劳，放松你的肌肉。来，这手拿这根，这手拿这根，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零线火线开闸。等一下，你先别开闸你这个是电疗还是电刑了？这是？你电完就知道行不行了？那肯定不行噻，大哥呀！谁电疗拿零线火线做了，大哥？这是调理的一部分这是外调，还有内调。内服了，就是吃你看为什么我能这么健康？为什么？为什么精神焕发？因为我这个人吃得好。你看。水果只吃新疆的，蔬菜只吃云南的，牛排只吃进口的，香烟只抽40块钱以上的。你过得蛮好的，你还在这里你生活品质蛮高，哪里营养了？抽烟还在这里。为什么我能当你的老师？为什么呢？我跟你说清楚别的老师是告诉你吃什么，我告诉你不能吃什么。好，狗为什么不能吃巧克力？关我屁事啊！我不想知道狗不能吃什么。我想知道我不能吃什么。你不能吃狗，本来也不吃狗，晓得吧？我告诉你，要想健康
跟你说，要想气色好，没什么黑眼圈，回去以后记住3个东西。什么？苹果、香蕉、光子嫩肤。光子嫩肤是什么东西了啊？光子嫩肤是什么东西？问你了，大哥呀，吃的蛮好的，来了个项目，怎么回事了这？你问我就不如问古人啊！你看，古书上面有记载，说什么？民以食为天。《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吾十有5而志于学。对，你身为一个男性，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岁差不多你就走了。谁60岁走了啊？我凭什么60岁走了？你手上拿的生死簿啊，那是60岁也叫做螺丝之年，花甲之年。你神经吧你是啊？你花甲粉跟螺蛳粉吃串了是吧？你是在这里啊？花甲粉是海鲜，螺蛳是广西的，我晓得是广西的嘞。反正60是花甲之年，60是花甲之年，对，70古稀之年，80什么什么，90什么什么。你看着你也不会啊，上面写了嘞。80也叫做耄耋之年，耄耋之年，对，是什么意思呢？耄耋应该是句湖南的方言。就说你这个身体要是不好好调理，到80岁这年，你这个人就耄耋了。你耄耋了，晓得吗？啊，你全家耄耋了嘞，是神经啊你是。耄耋。哪有你这么讲话的？哪本书上面写了啊？《论语》了。哪个《论语》了？徐浩《论语录》了。你自己记得算什么了啊？好，我知道，你不要太激动。你现在肯定觉得我是一个骗子。我觉得你是个疯子，晓得吧？你是没有经过我的从业经历了。你有什么从业经历？你看墙上不光有我的荣誉，还有一个照片。你看见苏炳添没有？苏炳添为什么挂苏炳添啊？因为我之前是他的私人健康营养师。哦，1对1带他的。而且我跟你说清楚，苏炳添不叫苏炳添哦，他叫什么呢？他叫苏炳。怎么就叫苏炳添了呢？因为他的营养是我给他贴上去的。有毛病吧你是啊？姚明知道不？姚明，你能帮上姚明什么了？他之前只有1米。你放你的屁嘞，在这里啊！那怎么可能呢？我这里有，你怎么可能只有1米嘛？我这里有照片呢。你光拍腿就肯定只有1米了，大哥。不是光拍腿，他之前只有腿没有上半身。鬼来了，晓得吧？他的上半身是你挑出来的呀。他亲口跟我说的。他怎么有嘴巴？怎么跟你亲口讲了的？好了，你不要着急。没有你这么搞。现在口说无凭，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你现在已经破产了，你是这样，我完全不相信我。我可以请个之前调理过的患者，你们2个交流一下，你就知道我有多厉害了。破产了，你不要这样，请那些。你确定这调好了啊？厉害。好，小伙子你好。好。大家好。4位评委老师好。他蛮有礼貌，你看。我呢是来自湖南湘西的一个老奶奶。哦，奶奶好，奶奶好。你们可以叫我于告弼。哦，于告弼。对，你是把徐浩伦所有的偏旁全去掉了是吧？谢谢大家。可能看着有点显老啊。很多人问我今年多大年纪了？多大了？奶奶，我今年已经88了，64了。完全不对，晓得吧？这88、64了。哦，奶奶的还是个乘法嘞啊！我特别感谢徐老师感谢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因为在认识徐老师之前，我有很多的坏习惯。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对。奶奶平时喜欢抽烟。不抽烟。不抽烟。平时喜欢喝酒。不喝酒。那奶奶平时喜欢干什么呢？喜欢在别墅里面唱 K。别墅里面唱 K。还水池里面云龙鱼嘞，晓得吧？你蛮新潮在这里啊！我是来这里就一个目的，什么？就是把我的真实经历分享给大家，倾诉给大家。因为是在去年的6月份，我去医院体检，我体检了，那个医生说可能要抓点紧，要不再不抓点紧，可能熬不过明年。这蛮严重的噻。跟经过这个徐老师1年的调理，所以今天是我去世的1周年。你神经了嘞！这个人已经被调得胡言乱语了，这是胡讲。天下那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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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那点点点点。奶奶，等一下我好不好？奶奶，你不要这么搞好吧？奶奶，你不要电话铃声唱什么唱了，在这里啊？在这里上课，我晚点跟你讲啊。干嘛呢？我来这里就一句话，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想跟你们年轻人说，不能既要又要。你看你们又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又不愿意摒弃那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我晓得我跟你说这么多，很多年轻人都听不进去。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那个什么，有一个京剧吗？京剧奶奶也带了一个京剧。好，驸马爷金钱看短线。哪个京剧了这个呀？谢谢大家。
290以上了。徐浩伦、韩湘文二位的索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二位。你们这一段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姚明。以前只有1米，这是什么破包袱？以前是不是说去体检呀，然后就想出来这个，他们往上翻包袱嘛？啊，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不是第一次来，然后每个赛段讲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嘛。对，其实我们就想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连续剧。去年是写的体检嘛？对，这次就是你查出毛病你会怎么办嘛？就是往后面写。去年第一次是租房，第2次是体检。对，第1轮就是家政嘛，第2轮就是这个哇哦，就是说自个儿给自个儿上难度，要逼自个儿一把，毕竟是春晚的演员嘛，是不是？还是别，厉害！恭喜了！2026年又等着您拜年了啊！谢谢啊！别，你是在姚明1米的时候拍的？反正我在前面就已经拍了，就是他们中间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包袱，就真的很喜欢。姚明1米的时候，你开始砸灯。我已经砸灯了，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们2个人中间有好多笑话，我真的好想跟他们一块儿演，特别想补充中间那些梗。还有一段说什么人只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然后姚明只有下半身没有上半身，只有2条腿，那不就是个派吗？哎呀，哎呀，真的是太喜欢你们了。然后就是俩人这儿，有时候很多演出吧，就是都是那种什么俩人合作，都是1+1大于2什么。我觉得他们2个人无论怎么演都是加在一起就等于1，就是等于一个特别完整的。是的。看他们的表演，经常心里面就在想，你们2个在干嘛？每次都是这样的。重点不是他们俩在干嘛，你看着你会问自己，我在干嘛？为什么会笑这个呀？张绍刚老师是一个正常人的看法。正常人看精神病演出就这样想，对啊，精神病看精神病演出就你说一起犯病啊，一起犯病真的是。我没什么好说的，每次他们来我都期待满满，但每次都没有让你失望吧？对，从来不会，从来不会，所以我就都在这个灯里了。我的好奇在于，你们俩现在有各自的就新的一个名称在舞台上，那之后比如说在脱口秀以外，你们还会想别的，比如说演戏或者其他的表演的方式，你们会去尝试吗？这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有活就接吧。对，我们得看，就是得看别人就是愿不愿意接受我们这种表演方式嘛。我们当然现在干什么都愿意啊。对，哇，我就希望影视界有没有导演能够看到这样2块璞玉，对他们就是有这种开放态度，我觉得就特别好。哎，我特别想听一下我们编剧老师海源老师，你们是怎么评价他们俩的表演？他们俩就是在创作很好的同时，他那个表演太活灵活现了。他们不需要用信念感来表演，让你相信，就是他就很自然了，我就在这里演，然后你就相信了。就是我刚才在想，很多包袱他们俩说我会觉得好笑，但换别人讲我未必会笑。比如说什么1米，然后苏炳添，这是因为什么？他们俩的表演把我带进去了吗？像你说的。对，所以我说，哪怕你在理性上你觉得说我不要被他带进去，但他们那个吸引力太强了，有点像那个黑洞一样，就是你就被他带走了。我觉得他这个本子换个人演不一定有效果，对，还是表演太强了，非常难得，再次感谢2位。只有大于290才能够直接进入到晋级区。我们来看一下。在徐浩伦和谭湘文的表演结束之后，获得的票数是这290以上了吧？肯定直接进。这么严格吗？这么严格吗？他们仍然需要开启抢麦，所以我想看一下毛阵营抢麦倒计时。太吓人了！干大哥！又来了，真来了！3位就是可以，常年上班的就是这种太棒了，压力之下可以。3位说一下理由。
我今天是这样，我今天来的目标就是我想打一个强，最强的。但是我也不是说我要比一个赢什么，但是我觉得跟一个强的比，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明白了，要挑就挑最强的。休息一下，把舞台留给 Seven， 掌声欢迎 Seven。哎，大家好，我是 Seven。自我介绍一下，其实很多人也以为我会演漫才，因为他们总觉得我有个搭档叫 Eleven。我们就上来说，大家好，我们是一个便利店漫才组合，我是 Seven， 我是 Eleven， 我们是全家。不要为我感到紧张，徐浩伦和谭湘文很厉害。而我拥有一份国企的工作。但是不要太羡慕，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其实很卑微，没什么自主权，经常会被领导派去参加这种乱七八糟的活动。我前段时间甚至被我们领导派去参加了我们公司的相亲会，但是不是什么好事，是我们公司内部的相亲会。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机会把你的同事变成你的恋人，很没有边界感的组合。每天刚说完拜拜同事，回家又再见爱人了。我真的不想去，我觉得很尴尬的设定。我领导让我去当托，让我去配评人数，我确实感受真挺尴尬的。需要玩一些非常尴尬的破冰游戏。我们一帮人还没有自我介绍，先开始抢凳子。我说我就不玩了吧，我早上挤地铁的时候玩过了。我真的不想玩，但是我们这种年轻员工又得负责活跃气氛，取悦在场的一些领导。但是抢凳子想活跃气氛很难，因为正常人跟同事都是比较谦让，不会真抢。幸好我们有一个激素分泌过剩的同事，特别想赢。我叫他超雄哥。他这样超雄，就是正常人都是跟着音乐这么走，让音乐厅坐下嘛，抢凳子这么玩。超雄哥没有。超雄这样走，像一个在巡逻的马桶。真的抢不过他，在那抢着，凳子没坐上，我坐马桶上了。我不是对这个事儿觉得不能竞争啊，我只是单纯的、客观的觉得这个事儿这么竞争，对今天的活动不会起到任何帮助。朋友们，或许你们还记得吗？这是一个相亲活动。你抢凳子赢了有什么用呢？对吧？不会有任何女同事看了他英勇表现之后说：“天哪，他是大屁股王，我要跟他恋爱了，对吧？不会这样的。你真不理解这个哥们儿什么脑回路，就感觉屁股决定脑袋，他只学会了中间那个词儿，就是决定。”我对抢凳子没什么兴趣，朋友们，真的，坦诚的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公司抢回自己的尊严，这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就是年轻人上班会有个切实的困扰，就是年轻，很多人会不尊重你。我之前对接一个项目，我和客户在线上聊得非常好，他说我特别专业，什么都听我的，线下发现我年轻之后，就开始装听不见我说话。我们在同一个会议室里，他问这个项目需要做多久，我说30天，王总，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我说完这句话的一瞬间，王总聋了，他没有任何反应，又问了一遍，说这个都多少天？我以为他是岁数大听不清，我正要抬高音量，我旁边那个秃顶同事重复了一遍30天。王总说那行。我当时就明白了，他不是岁数大听不清，他是只能听清岁数大的。我那个同事跟我一样大。他就是有点地中海，客户非常的相信他，他们好像就是喜欢听老一点的人说话，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你是真的老，长得老也行。我这个同事根本不用思考怎么能把话说好，客户看着就觉得老话说得好。但是没什么办法，我现在迫于生计，上海找工作很困难，我也只能学习一些和这些中年客户对接技巧。我发现我只要扮成他们同类，他们就会愿意和我交流。最简单的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不能太有那种少年感，你得有那种登感。
就你上来千万不要说成啊，你好，王总，我是小七，不要这样，青涩、稚嫩，一听就是小孩，没人会听你说话。你进那个会议室应该发出第一声就应该是，就这一声之后，客户心里你至少长5岁。然后看见你有个茶杯了吗？不要喝，吹它。又能大几岁？我现在甚至开始改变自己的穿搭了。可能今天穿的比较休闲，录节目嘛。但是我平时在公司的 dress code 就是冰丝短袖。冰丝短袖。但是没有冰丝短袖，年轻朋友们也不要垂头丧气。你们有美团闪购有啊？30分钟让你成为公司里最老的灯。美团闪购，Go Go Go 出发喽！但是光会这些还不够，我除了这些，甚至还学会了一些经典的对白桥段，比如回忆我的当年。虽然我都没有当年，我正当年了。但是我现在就是零针起手。我们中午开完会，客户问我想吃点啥，话说一半都没有说完，说戚老师您今天，我说我能有今天呢？特别的好用。我真也没有想过我会为了显老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来研究但是我最近已经不想再假装自己老成了，因为我发现这些事情只能骗那种就是你第1次、第2次见的客户。就公司里那些知道你年轻的人，该不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我们公司有一个岁数比我大很多的同事，我们平时叫他超雄哥。他就是我每次跟他一起开会，他就会让我给整个屋子人沏茶。我不爱沏茶，我上10几年学了，我计算机硕士，我上班不是为了给他沏茶的。我现在就是他只要让我给他沏茶，我就给他沏这个世界上最浓的茶，我让他睡不着觉。希望他晚上睁眼睛看天的时候可以明白，他今天中午喝的不是红茶，是我这个硬茶。我都想好了，他下次再让我给他沏茶，我就那个茶砖塞他嘴里。这样虽然可能被开除拿不到 N+1，但是同事们都夸我 N+B。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我幻想的，我还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我现在只敢那种委婉的拒绝他。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进步了。前几天他又让我给他沏茶了，跟我说：“七来，你站起来给我们沏一下茶。”我说：“哥，我就不站起来了，我怕你抢我凳子。”我讲完了，谢谢你，拜拜。7的索票通道开启。我觉得7表现其实还挺稳的。但可能像刚才几位讲的，讲职场的，可能大家已经胃口都被吊高了，好像职场的方方面面每个角度能想到，你们都被阐释得很好了。可能7他切入的角度，我会在想，他们那些表现是因为你年轻，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年轻背后代表着某种权力的缺失？后者吧，我认为是。我其实也很焦虑，我有在想说，我要不要写一个，就是因为我也会有很多生活的内容，我平时其实是有内容储备的，我只是，真切的觉得，因为我的年龄嘛，我会觉得这个是我当下所处的一个最显著的困境。既然我困境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就讲这个就好了。我觉得特别棒啊，因为首先能够打漫才兄弟这个盾，哇，这个毛真的不容易，毛不易啊。所以那个冰丝短袖是为了体现一种沉稳吗？对对，体现凉快，主要是也是啊。7，你今年多大？7，你今年多大？我第一次见7，我以为他跟呼兰一样大，但是很多朋友说他是小呼兰，我还不理解，他应该不比呼兰小吧？我觉得他跟呼兰同岁，像8、9的。第一次见7，我第一感觉是我的同龄人，就是差不多，因为他穿了个那种格子衬衫，那玩意儿太显岁数了，我就觉得就是中年人不容易。觉得他应该30左右吧，30出头吧，应该就是。后来是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是99的，我说你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当时特别紧张，因为我也是99的，他要是比我小，我就破防了。7，你今年多大？我99，我26岁，我26。他99年的，26。
然后 Seven 很有勇气挑战了徐浩伦和谭湘文。来，二位回到台上。在徐浩伦、谭湘文和 Seven 的表演全部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他们获得的票数是。不低，Seven 很高的，可以。 Seven 非常高，很棒。Seven， 徐浩伦和谭湘文成功晋级。Seven 要回到等待区，但是242也是非常好的票数。太稳了，特别好。我应该走不了吧？我应该走不了，应该走不了。太好了。因为胜出的是徐浩伦和谭湘文，所以盾阵营继续出人。